68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炼油厂，摧毁俄黑海军用机场。俄军利用最后的机会窗口加大攻击力度，但损失加剧。英国称，俄军伤亡比各项预计的要高，俄罗斯获胜的看法正在减弱。此外，英国加强了北约东北部的演习，派遣 AH-64E 参与舰演习，威慑俄罗斯。荷兰国防部也宣布，首架现代化 AH-64也已做好战斗准备，新的战局一触即发。下面请看详细报道。4月26日，美国首次公开表态，已授权乌克兰使用 ATACMS 导弹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设施。加上1天前，乌军使用 ADM-160 空射诱饵导弹收集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信息。因此，接下来乌军的目标很可能是在5月7到9日对克里米亚俄军事目标克什大桥等实施打击。没想到4月26日夜间，27日凌晨，乌军就忍不住动手，来了一波提前演习。4月27日凌晨，乌克兰出动数十架无人机袭击了黑海对岸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目前已经造成2个大型炼油厂、1个沥青厂发生爆炸，大火持续30多分钟才被扑灭，估计几个月都无法恢复。相较能源基础设施被袭击，俄军当地的库什乔夫斯卡亚军用机场也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生爆炸，损失惨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毗邻黑海和亚速海，离乌克兰边境约400公里，属于前线战略要地之一。库什乔夫斯卡亚空军基地为俄军195训练和指挥空军基地，拥有苏27战斗机以及可能投入使用的米格29战斗机和 F39教练机。而据袭击后的现场视频显示，俄制滑翔炸弹的 UMPK 套件仓库被击中，套件散落一地，消防队员正忙于灭火。UMPK 套件是一种为常规航空炸弹配备单翼和 GPS 制导系统的改进组件，能为常规炸弹添加滑翔和制导校正功能，相当于俄版的 GDAM。 目前俄军正广泛使用这种改装炸弹，从较远的地方对乌军军事目标展开打击，从而保证俄战机的生存率。现在被摧毁，俄军在此方向对乌军前线的打击力度将降低。俄国防部在袭击后声称，俄防空系统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上空摧毁并拦截66架无人机，只有2架无人机在克里米亚上空被摧毁。虽然俄炼油厂和空军基地的具体损失尚不清楚，但可以看出乌军正积极使用无人机对俄本土目标展开无休止打击，并隐隐有了加大力度的趋势。ATACMS 的授权也意味着俄军导弹优势不在，无法再碾压对手，乌军反击的局面将越来越多。阿夫迪夫卡地区，俄军在这里部署了整整1个坦克师，并继续向奥切雷泰恩北侧组织进攻。索洛维奥夫的俄军则正向西面索基尔乌军阵地进行战术试探。乌军方面受115旅影响，目前已主动放弃无法坚守的阵地，撤至索基尔、辛波克罗夫斯基、乌曼斯基的临时防线，并使用 FPV 无人机等装备来阻止俄军的进攻步伐，等待后续的导弹增援。巴赫穆特地区，俄军从巴赫丹尼夫卡、伊万尼夫斯克、克里什奇夫卡方向攻击，试图拉平战线，进而夺取恰索夫亚尔。不过进攻力度正在持续下降，多地只观察到俄军零星战术试探，战线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乌军第42机械化旅部队还摧毁了一支俄军步兵部队。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防御攻势正在稳步扩大，2条主线不断向东西延伸，与俄罗斯的苏罗维金防线相对而立。战争研究所分析称，俄军可能会在夏季发动新的进攻，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扎波罗热方向。库皮扬斯克、克雷明纳、莱曼地区，俄军恢复在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攻击行动，但战线并没有太大变化。倒是在赫尔松地区，乌军2架苏25战机发射火箭弹袭击了辛波克罗夫卡的俄军阵地。说不定在获悉 ATACMS 导弹到货的情况下，俄空天军很快就会躲起来了，避免像克里米亚的詹科伊机场一样被炸掉。总之，前线战场和火力军之前说的一样，俄军正试图利用欧美军援抵达乌克兰之前的最后机会窗口，加大攻击力度。但就目前而言，俄军防线并未因过大的压力出现崩溃，而且随着欧美军援的陆续抵达，乌军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始了倾泻导弹式的反击，造成了俄军的大量伤亡。据乌军27日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伤亡人数就已经达到了465024人。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发布的俄军伤亡破45万的数据得到了英国相关部门的肯定。4月27日，英国高官利奥·多切蒂对媒体透露称，自战争开始以来，俄军大约有45万作战人员被杀或受伤，数万人已经逃走。
伤亡数据远超许多欧美国家和机构预估的30到40万人。俄高层军官的伤亡也根据布告、坟墓、纪念牌匾等数据更新至4000名军官，但实际人数很可能超过1万人。俄军愿意承受如此重大的损失，估计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获胜。然而，随着战争推移，俄罗斯面临越来越高的损失，其获胜的概率正逐渐减弱。此外，泽连斯基在拉姆施泰因线上会议上表示，乌克兰正在组建新的部队，加强乌军阵地，因此呼吁盟国投资与乌克兰的联合项目，增强乌克兰国防潜力和国内的武器生产。据法新社4月26日报道，25日，戴高乐号首次在北约指挥下执行任务前夕，北约32名大使首次登上戴高乐号，见证了阵风战机从航母甲板起飞的全过程。报道称，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法国正在重新大规模加强在北约的作用。其空军上将迪埃里·加雷塔对32名北约大使们说：“我们完全致力于强化北约。”此外，从26日起，戴高乐号还将参与北约在地中海的任务，为期2周。据法新社巴黎4月27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愿意就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欧洲防务展开辩论。这场辩论包括导弹防御、远程武器以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在其领土上拥有美国核武器的国家涉及的核武器。马克龙想验证什么才是真正保护我们的可靠方式。此外，马克龙还表示，法国将继续保持其特殊性，并为欧洲领土防卫做出更多贡献，从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欧洲，并与北约一起建立可信的欧洲防御体系。所谓特殊性，即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成员国家中唯一拥有核威慑能力的国家。由德国发起的防空联盟已取得不小的进展。如德国自己除了决定提供一套爱国者系统外，还向欧洲各国施压，要求北约成员国为此提供帮助。对此，比利时国防部长卢迪文·德东德表示，将参与德国的防空联盟，承诺会提供2亿欧元的资金进行支持，并还将从自己的库存中转移数量不明的防空系统导弹进行援助。同时，比利时亦决定在2024年内向乌克兰转让 F-16 战斗机，比之前的2025年要提前1年，但具体数量尚未披露。加拿大也将为防空联盟做出贡献，但尚未透露加拿大会如何做。不过在其他方面，据加拿大国防部披露，他们已决定向乌克兰追加了价值300万加元的支援，用于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生产无人机。这是加拿大首次直接向乌克兰军用无人机生产提供捐助。同时，加拿大还会提供约1300万加元来支持捷克为乌克兰采购和提供大口径弹药的倡议。该项资金是在上个月加拿大宣布的4000万加元的基础上追加的，这意味着加拿大对捷克的倡议的捐助总额现已超过5300万加元。此外，加拿大捐赠的900架无人机也计划于今年5月开始交付。西班牙和希腊方面虽明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但西班牙将向乌克兰提供一批爱国者导弹和包括155毫米和120毫米口径在内的火炮弹药，并计划在未来2个月内向乌克兰援助机枪、防护轮式后勤运输车、装甲步兵战车、反坦克武器和野战榴弹炮，以及反无人机系统、豹式坦克等武器。其他一些如丹麦和立陶宛的国家虽尚未透露会如何支持该德国提议的防空联盟，不过大概率是以资金形式进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斯洛伐克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居然为乌克兰筹集了近400万欧元的炮弹资金。在12天内，该捐款倡议成功从6万多名捐助者那里筹集了387万4701欧元。而乌克兰自己也没有坐以待毙，不仅想方设法从欧洲之外购买爱国者、NASAMS 和 IRIS-T 等防空系统，还考虑从世界各地购买2手的前苏联防空系统，或订购韩国和土耳其制造的防空系统来进行本土防御。或许是受此行为影响被感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站出来警告称，俄罗斯对欧洲构成了生存威胁，呼吁欧盟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宣布为该国提供新的援助。波兰外长希克斯基也表示，恢复乌克兰的国际公认边界是解决乌克兰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只需下令撤军，就能在几分钟内结束战争。对上述警告和结束战争方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怼道，美国向基辅提供远程导弹是火上浇油，且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无法改变，俄罗斯必将获胜。明显可以看出，俄罗斯并不愿意以放弃侵占领土而结束战争。除了援助外，北约各国也纷纷行动亮肌肉。英国正向波罗的海地区大规模增派军力，参与北约在俄罗斯邻国举行的一场被称为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北约代号坚定捍卫者24。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向莫斯科释放严厉的警告信号。
其中，英国派遣的 H-64E 攻击直升机将与芬兰的萨卡昆达区空军联队在2024年4月25日至5月19日期间一同参加歼24演习行动。他们每天都会从皮尔卡拉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尼尼萨洛地区的射击场和训练区进行演训。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 H-64E 其实是英国皇家空军阿帕奇 H-1的升级版。2017年5月，英国与波音公司签署了总价值4.881亿美元的外国军事销售订单，要将阿帕奇 H-1升级到 H-64E 的标准，成为更先进的7-11批次的一部分，并采购3套长弓阿帕奇训练模拟器和相关备件。这个合同将于2024年5月31日在亚利桑那州梅萨的波音工厂完成。与此同时，荷兰国防部也宣布称，其首架现代化 H-64E 攻击直升机已做好战斗准备。2018年2月20日，荷兰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升级协议，将其 H-64D 攻击直升机升级到最新的 H-64E 标准，合同金额高达11.91亿美元。2023年12月7日时，荷兰皇家空军在北部拉班省的翁斯德雷赫特空军基地接收了首批2架升级后的 H-64E 阿帕奇守护者攻击直升机。按照计划，荷兰皇家空军一共将接收28架，内容升级囊括了从动力到火控雷达的方方面面，以增强其性能和对现代战争要求的适应性。其实，关于美制阿帕奇，大家肯定都熟，早已成为当今先进攻击直升机的代名词。火力军对其的认识，除了非战场来自9年前台湾的阿帕奇达卡案外，主要是其至上的火力、杰出的侦搜能力、优秀动力表现，深深吸引着火力军。他曾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创下歼灭上百辆战车的惊人纪录。4月27日，乌克兰第47独立机械化旅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指出，关于美制 M1 主战坦克从前线撤出的信息为假消息。乌军强调称，不会让乌步兵失去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援，但也不会公开透露转移坦克的目的、地点及细节。据澳大利亚国防部官网27日消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当天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澳大利亚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澳元的援助计划。据悉，该项援助计划包含价值5000万澳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其中3000万澳元将用于无人飞行系统，1500万澳元用于战斗头盔、刚性充气艇和发电机等。援助计划中还将包含空对地精确弹药，以及价值5000万澳元的短程防空系统。澳洲国防部称，算上这笔援助，自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澳大利亚对乌克兰的军援总值已达到8.8亿澳元。阿帕奇直升机是 H-1眼镜蛇的继任者，性能有了不小的提升。其使用2具记忆公司的 T700 涡轮轴发动机，使它能以超250公里的时速巡航，战斗半径可达480公里，续航力则约1900公里。于1970年代问世的阿帕奇直升机，经过多款衍生型改良后，现已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拥有更加坚固的机体、更好的动力以及更强的数位化能力，是美陆军航空兵主力之一。坦克杀手、装甲车猎手等称号被用于形容阿帕奇，是因为其可挂载至多16枚 AGM-114 地狱火导弹，射程8公里的地狱火在阿帕奇优秀的侦搜与火控雷达下，只需不到1分钟时间射出多枚导弹，将2个排至1个连的敌装甲车兵力歼灭，前提是敌军装甲部队无法反制和没有掩体。此外，阿帕奇直升机亦可挂载9头蛇火箭弹等对地弹种，或 AM9 响尾蛇、FIM-92 毒刺等对空导弹，有效打击敌来犯直升机。英国、荷兰向美国采购升级的 H-64E 与 H-64D 型号最容易识别的特征是其挂载于旋翼顶端的扁盘状 AN/APG-78 长弓雷达，这也是阿帕奇直升机能释放强大火力的关键。据悉，最初版本的 H-64E 的长弓雷达可侦测8公里内的256个空地目标，也可导引武器同时攻击16个最具威胁性的目标，甚至可以及时将战场情报通过它传递给7架友军同机型，功能十分强大。阿帕奇凭借此雷达，可藏匿于建物、树梢等后方进行侦搜、伏击，从而可增加存活率。而英国与荷兰采购升级的 H-64E 是 V6 版本，因此配备了更先进的火控雷达，据称其探测距离约为 16.5 公里，可达到初始版本的2倍。而且新版本还拥有一种新的海上模式，可执行沿海打击任务。如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役中，英国陆军的阿帕奇 H-1从海洋号直升机航母上起飞，在第1个月就执行了39次打击利比亚政府军的任务。除了导弹和雷达外，阿帕奇还有一项黑科技，即整合式头盔显示瞄准系统。据悉，这套系统与阿帕奇机鼻30毫米机炮进行了联动，因此戴着头盔的前座飞行员只需要转动头部就可锁定目标，做到看到哪儿打到哪儿，
有助于增加射击精度和缩短反应时间。而且这顶先进头盔也可使用夜视系统，即使遭遇恶劣天气或夜间，仍可如常执行任务。或许英国和荷兰的阿帕奇会与各种突击运输、支援直升机混编，部署到北约航母上，与 F-35一起执行某些重要的攻击任务。总之，俄乌战争估计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2025年前，乌克兰需要更多防空系统来保护平民和基础设施。而从最近美、英、德等欧美国家一系列转变、共识达成以及援助动作，足以说明俄罗斯想要胜利几乎是难上加难。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俄乌双方接下来的行动及目标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